俄军轰炸机在黑海被爱国者击落，美国公布对乌新一波军援，援乌麻雀与响尾蛇。未来几个月内，德国将援乌20万枚155毫米炮弹，仅有 F-16 还不够。乌克兰提交武器需求清单 ，F-18、阿帕奇、黑鹰均上榜，福特级第2艘航母更换雷达。12月5日晚间，乌克兰首次在黑海击落俄军俄罗斯苏 24M 轰炸机。当晚，这架苏 24M 在苏 30SM 战机的掩护下，飞越黑海西端蛇岛附近，准备对敖德萨南部发动袭击，结果被乌军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尼古拉·奥列什丘克中将进一步打趣说，去年被乌克兰海王星导弹击落的莫斯科号将很快变成航空母舰。事后，俄军出动 AN-26 搜救机，在黑海水域寻找失踪的飞行员，但一无所获。黑海舰队不敢去黑海，轰炸机也被击落，恐怕黑海之后就要成为俄军禁地了。有意思的是，有未证实的猜想称，击落俄军苏 24M 的导弹可能是爱国者。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也就意味着乌克兰在西南端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只是火力军也无法确定消息真假。不过在几周前就有传言称，敖德萨地区将部署爱国者。11月29日，泽连斯基会见了敖德萨作战部队和战略部队、海军和南方空军司令的指挥部。在此期间，乌克兰就讨论了利用即将到来的北约防空系统来保护敖德萨，很可能就是爱国者。之前那段时间，俄罗斯空天军和黑海舰队经常袭击敖德萨以及乌克兰西部的港口，试图切断乌克兰的贸易路线。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黑海的货船不止一次陷入交火，所以乌克兰在敖德萨部署爱国者也不是不可能。当然，苏军也能使用短程系统击落苏 24M。目前乌克兰已经控制蛇岛，今年9月份的时候也夺回了一些海上石油与天然气钻井平台。乌军可以在这些平台以及蛇岛上部署防空系统，用来发现和跟踪来袭飞机。同时，在11月6日凌晨，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一座工业生产设施起火，受影响面积1800平方米。这段时间，乌克兰对俄本土的打击基本没断过。反观俄罗斯对战争全局的掌控能力已经明显下降。美国陆军上将彼得·兹瓦克评价俄军在乌克兰的战斗时表示，俄罗斯的损失正在增加，进攻不可持续。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后方的袭击力度已经不行了。2022年12月5日，俄军对乌后方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军宣布击落60枚导弹。1年后的2023年12月5日，俄军发射48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被击落41架，没有发射任何导弹。俄军开始节省自己的导弹，库存大幅度减少，足以说明俄罗斯当前的困境。至于援助这方面，虽然一直有美国放弃援乌、乌克兰面临失败之类的消息，但是火力军认为乌克兰不会输，也不能输。美国乃至北约不会让自己变成国际上的笑柄，也不会坐视俄罗斯扩张。目前美国又展开了新一轮援乌，并且包含空导弹，这又是什么意思？11月6日，美国宣布对乌新一波1.75亿美元额外军援方案，这是去年国会批准的预算中因为会计计算错误而剩余的资金援助，目前大概还可以援助50亿美元的军事武器。根据美国国防部网站公布的资料，这一波对乌克兰的军援包括 AIM-9、AIM-7、海马斯的 M31 弹药以及155毫米和105毫米炮弹，标枪 AT4 之类的单兵武器也有不少。注意重点 AIM-9、AIM-7 这是空导弹，火力军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为 F-16 做准备？ AIM-9 导弹狗斗专用，美国计划援乌的版本为 AIM-9M， 在波斯湾战争中击落了12架伊拉克空军战机。 AIM-7 则是中程空对空导弹。 AIM-120 装备部队之后，美军的 AIM-7 就陆续退役，现在援助给乌克兰也可以发挥下余热。值得一提的是，12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五角大楼与乌克兰国防部长奥梅罗夫进行了双边讨论。奥斯汀此前表示，美国已经在本土超过35个州投资约270亿美元，为乌克兰生产武器，包括防空系统、弹药和其他设备。这种做法算是双赢，使用美国国会批准的援助资金投入美国本土的生产，
不仅能帮助乌克兰，而且北约的其他好伙伴也能享受便利，甚至还能解决美国就业问题。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新的援乌资金，美国内部并没有达成一致。12月5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公布111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也就是对乌克兰与以色列的援助，其中对乌军援的资金达到了610亿美元。可惜的是，12月6日，美国参议院没能对1110亿美元的计划进行投票。当然，美国两党在援助乌克兰、以色列上没有异议，主要争论在于边境安全应该获得多少资金。火力军认为这件事到圣诞节假期前就会有一个结果，假期之后议员们就不再开会了。德国这边也开始发力，乌克兰很快就不缺炮弹了。12月6日，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斯表示，将在几个月内向乌克兰交付20万枚155毫米炮弹。皮斯托里斯指出，他一直都明白100万枚炮弹2024年3月交付不太可能实现，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个月的情况将会有所改善，仅德国就将提供20万枚炮弹。据了解，莱茵金属获得了1.75亿欧元的大单，可以委托欧盟其他国家生产，将在几个月内完成订单。德国在援乌方面很是积极，从最先援乌头盔到第一个援助坦克、第一个援助自行火炮、第一个援助防空炮等，已经很尽力了。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呼吁欧盟国家向国防工业施压，增加火炮弹药的产量。芬兰等国家开始为乌克兰生产炮弹，而欧盟也在欧盟之外寻找弹药。之前韩国就通过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至少50万枚155毫米炮弹，美国也与希腊那边谈判，能向乌克兰提供7.5万枚炮弹。美国和欧洲国家还提议加大生产，增加产量。欧洲当前的问题不是没钱，而是和平时期的产能不够。除此之外，乌克兰向美国提出一份满足乌克兰国防军需求的武器清单， F-18、阿帕奇、黑鹰均上榜， F-16 已经不够看了。12月6日，乌克兰国防部官员在华盛顿举行的闭门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武器需求清单，里面有乌克兰已有的库存武器，比如 M1A1 155毫米火炮以及一些过去要求的武器， F-16 无人机和 AC-ATMS 导弹。同时清单还包括一些其他武器，比如 C-17、C-130、阿帕奇、黑鹰。乌克兰还表示需要 F-18、通用原子公司的3种无人机，包括 MQ-9B， 甚至洛马的萨德也榜上有名。无人机什么的还稍微好说一点，操作难度不大。乌军现在也在频繁使用无人机，战术也不用担心 F-18 也有眉头。之前就有消息说，澳大利亚考虑将退役的41架 F-18 援助给乌克兰，但是阿帕奇、黑鹰之类的直升机估计就很难了。当然了，对乌克兰而言，武装直升机是有用的，可以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摧毁俄军的补给线、集结地、燃料库和战略目标，而且还能攻击俄军前线的战壕。只是现在的乌俄战场玩的是以小博大，精准打击，作用是有的，但不大，或者说损失太大。具体情况可以参考卡52。现在的战场环境对武直直升机很不友好，低空盲区已经被防空雷达、红外光电观瞄系统给填上了。在和平时期或许还能钻低空，但是在战时，地面作战部队的头顶上肯定有完备的低空防空掩护，武直基本上没什么生存空间。地面防空系统的威力也升级了，一架带有装甲的直升机根本不够看，就比如卡52，现在都被打成重点保护动物了。加上无人机这种新时代的空中侦察、监视手段的崛起，支援地面部队也不需要武直，基本上都是无人机携带导弹摧毁敌方装甲力量，或者是无人机探查情报，呼叫己方炮兵，对敌方火炮、战壕实施精确打击。说白了，阿帕奇这种武直在乌俄战场上真比不上无人机。至于援助萨德，火力军总感觉没什么必要。俄罗斯现在的导弹库存不多，袭击乌克兰后方用的基本都是见证者136无人机。援助萨德不如针对无人机，援助更多的短程防空系统。同时，在美国这边，海军第2艘福特级航母肯尼迪号已经完成90%，未来将加入美太平洋舰队，重点是换装性能更好的雷达。SPY-6 雷达属于美国第一种整合防空、弹道导弹防御、制海、反无人机于一身的多功能雷达。早在2015年3月，美国军方官方人士就透露，
为了满足未来航母降低成本的需要，美国海军正在开发一套新的 EASR 雷达，用于取代安装在福特级上的 DBR 双波段雷达，同时还将配备于大甲板2栖攻击舰上，正式编号就是 SPY-6V。在2019年时 ，SPY-6 完成首次系统测试，在2021年8月完成全部测试，现在已经大批量提供给美国海军。目前，肯尼迪号在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已完成90%，将在2025年交付海军。同时，肯尼迪号去掉了 DBR 双波段雷达，改为 SPY-6V3 雷达。从结果来看，使用 SPY-6V3 可以为美国海军节省1.8亿美元的开支，并且性能相当于当前大多数舰载雷达系统的35倍。开发者称，与现有雷达的探测能力相比，SPY-6V3 可以探测到距离在2倍以外，而且面积小一半的物体。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最新建造的星座级护卫舰用的就是 EASR 项目下的另一产物——旋转单面阵版本的 EASR， 也就是 SPY-6V3 S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克兰会在敖德萨部署爱国者系统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